中國足球連世界杯的門都摸不到，卻有人忙着給看球的人攀漢奸。討厭日本隊，因為歷史問題不想給日本加油，我認為沒什麼問題。荒誕的是，一個中國球迷在世界杯裡喊了句日本加油，突然就被拉去驗成分，甚至被扣成漢奸言行。前幾天世界杯期間，有中國球迷為日本隊喝彩。復旦大學教授沈毅在視頻裡評論這件事，說部分中國球迷支持日本隊是漢奸言行。你支持哪支球隊，不再是看球偏好，而成了忠誠測試。你看一場比賽，喊一句加油，突然就要被審查成分。後來 X 上還有帖子說 ，B 站博主胡律師看法發視頻罵世界杯支持日本隊的是漢奸，結果彈幕和評論裡反而出現了日本加油的刷屏。說明還是有人知道這場表演荒唐在哪裡，他們用最簡單的一句日本加油把那個帽子頂了回去。如果只談足球，中國這邊其實沒什麼資格嘲笑日本。日本隊至少站在世界杯賽場上，輸給巴西也好，被淘汰也好，那是在世界杯裡輸。中國足球的問題不是一輪遊，是連一輪遊的資格都沒有。還有人嘲笑日本隊說他們喊着要拿世界杯冠軍是在吹牛。人家至少進世界杯了。一個能進考場的人說自己想考第一，當然可以被質疑實力，但輪不到一個連考場門都進不去的人坐在外面冷笑。難道日本隊應該怎麼說？我們來世界杯就是為了一輪遊，我們目標不高，輸得體面就行，我們不配享冠軍，這才叫不吹牛嗎？你當然可以說日本隊實力離冠軍還遠，但你不能把別人的目標感嘲笑成笑話，尤其是當你自己的球隊連同一張桌子都上不去的时候。中國足球的問題一攤開，青訓、聯賽、國家隊、足協全都難看，所以話題必須被移走。不談中國足球為什麼進不去世界杯，先抓一個給日本隊加油的人。球踢得怎麼樣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愛不愛國。現實裡贏不了，就在忠誠審判裡贏一次。還有一種炒法是拿日本隊相關球員的性侵爭議來攻擊日本足球。這件事當然可以談。伊東純也曾因性侵指控被移出日本亞洲杯陣容，本人否認。佐野海洲也曾因相關指控被捕，後來沒有被起訴，但重返日本隊仍然引發爭議。球員場外爭議怎麼處理，國家隊選拔有沒有倫理底線，這些都該討論。但很多中文輿論場裡的人提這個，根本不是為了受害者，只是把別的國家女生可能遭受過的傷害臨時搬到中文互聯網裡，變成攻擊日本隊的材料。真正關心正義的人不會把一個人的創傷拿來給民族主義助威。再往後，這件事還出現了更現實的一層。另一條 X 帖說，審議言論之後，上海體育主題酒吧 KJS 的看球群突然解散，有網友說群主被警察帶走了。還有網友反映，現場日本球迷被要求不要穿日本國家隊球衣入場。上海多地酒吧被排查，街頭出現警車。流傳截圖裡有派出所向酒吧群通知，說轉播世界杯的餐酒吧不得出現不該出現的情況。這些信息目前主要來自網友反映和流傳截圖，不能直接當成官方確認事實。但方向已經夠清楚了，當給誰加油被扣成政治帽子，現實空間會立刻開始收縮。普通人甚至不需要真的做錯什麼，只要有人覺得你不該出現就夠了。他們明明也是被收割的人，卻很少把怒氣對準真正該對準的地方，因為那太危險。於是回頭去查另一個普通人，你為什麼給日本隊加油？這就是人礦最悲哀的地方。不只是被開採，是被開採完了，還主動替礦主檢查別人夠不夠忠誠。他們以為自己在愛國，其實是在幫權力完成一件事，讓普通人互相盯着，互相舉報，互相審判，誰也別抬頭看真正掌握規則的人。所以這期不是要說日本隊不能被批評，你可以不喜歡日本隊，可以因為歷史問題不想支持他們，可以說體育從來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，這些都可以。但你不能一邊活在畢業即失業、欠薪、996、單休月薪3000、爛尾樓、鐵鏈女、虐待動物和審查裡，一邊把全部力氣用來審判另一個看球的人。
有些人平時最愛嘲笑東亞鄰居，說人家女性地位低，說人家社會保守。但日本已經有了第一位女首相，韓國也早就出過女總統。所以有些話說出來，最好帶一點自知之明，別一邊把自己家地板上的坑當看不見，一邊專門嘲笑別人家的天花板不夠亮。一個社會最可悲的，不是有人喜歡了不該喜歡的球隊，是有人明明自己也在礦井裡，卻還舉着手電筒幫礦主照別人。